我是滴滴。今天滴滴要跟大家讲解更深入的赛罗利的危机，现在就跟着滴滴一起去看看吧。在影片一开始，滴滴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站位的部分。除了阿克、霍克双胞胎之外，他们的站位会是比较特别的。稍后滴滴会在影片之中跟大家分享。剩下的3只王凯拉、弗里达及阿斯特利德，在站位的部分可以一进去就选择十字站位。原因是因为这几只王的伤害可能都是单向输出，好比说爆炸或者是扇形伤害，那一个十字形的站位比较不会去影响到自己的队友。首先我们看到的王名字叫凯拉，这只王呢在之前的影片中就有提到，除了要跑保护罩之外，最好就是采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十字站位，因为凯拉有一个技能是爆炸范围伤害，一开始站四边的话就不需要闪招，可以持续输出的。另外有一点特别提醒大家，打凯拉的时候最好将凯拉位置固定在正中心，这样当地图出现保护罩的时候不会距离太远，跑起来也比较不会吃力，最好是使用骑兵攻击才跑得快。那在跑保护罩的同时，如果身上还有爆炸的话就要注意了，因为爆炸会产生缓速效果，只要在爆炸范围内都会被缓速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害到队友哦。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的弗里达女王，女王不喜欢人家靠她太近，所以当看到仆从们快来我身边，就代表大招要出现啦。这时候女王会自己冰封，这个状态下我们的攻击就被免疫了，同时她也召唤出仆从，仆从们会从四面八方而来，建议大家一起到右下角输出小怪，并且共同分担小怪的攻击伤害。以往打弗里达女王，大家都分散不集中，导致血量被小怪消耗太多，撑不了到最后。女王解除冰封了，解封的时候千万不要马上冲出去，因为女王会连发3次大范围的冰风暴，等到风暴解除后才可以持续的输出。女王是我认为里面比较简单的，只需要注意血量跟闪开大招及输出仆从，基本上就可以顺利过关哦。打阿斯特利德之前，先跟大家说明下，这次我们是采取1坦加3输出的方式，因为在这之前我们选择走全输出的模式，但是因为没有嘲讽技能，导致花费大部分的时间在追王，甚至被王追到的队友因此深受重伤，导致输出降低。输出一旦不够，时间一到，王就祭出狂暴技能，直接送我们回家。那滴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关于阿斯特利的更详细的内容。目前看到王的头上为蓝色长矛的状态，它会有一个从天而降扇形范围的长矛攻击，这是一个瞬发的招式，所以不需要刻意去闪躲。再看到出现提示快远离敌人，被箭头指向的队友如果没有离开，王会以360度的范围型攻击，被击中后是会造成减役伤害的。特利德主要会追着中减役状态的人，这个时候坦就可以开启嘲讽技能，拉住仇恨，让刚刚受到减役伤害的队友远离，直到伤害倒数结束之后，就可以回来继续输出了。那如果坦中了减役状态，必须要远离之外，这时候没有嘲讽技能，只能靠持续输出来增加对王的伤害。额外一点，输出可以跟坦站对面，因为王的攻击是180度的横扫，照这个模式抓好节奏，持续输出就可以了。最后我们来到阿克霍克双胞胎，这只王也被称作日月双子之王。在他们前面的几只王是可以在输出够高的情况下，以输出的方式将王锤死，但这只王就很不一样咯。这只王的打法是队友其中2个人走坦，另外2个人走输出。
这边滴滴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何要使用骑兵输出月印记的王呢？因为骑兵会对月记号的王提升50%的伤害，反之，弓兵对日印记的王也是如此。进去之后，两个走坦的队友各自使用嘲讽技能扛住一只王。因为日月王对输出有一招是在王自身的范围伤害，如果把两只王拉开的话，就只有被持续输出的那只王会释放出这个技能，降低队友受伤。再来，我们现在在画面的中心看到有一个红紫色的圆圈，这是一个范围型且会产生尖刺造成额外伤害的技能，这个范围还会再往外扩大。输出在这个时候记得一定要去闪开这个大招，因为这个的伤害真的非常痛，所以一定要记得闪开，如果没有闪开，很快就会黄血或者是直接死亡了。双胞胎会在沙尘暴动画之后，日月双子头上的标记会交换，这时候坦的队友不动，输出的骑兵或者是弓兵的队友就跟着双子王一起做交换。总之，骑兵就是持续的输出月印记的王，弓兵就是持续输出日记号，碰到王交换记号时，输出就跟着交换。那因为日月双子是共用生命的，所以只要持续对着一只王输出就可以 pass 咯。很多人就提出他们的疑惑，问说赛罗莉到底有没有必要打到地狱等级呢？如果你自己本身打地狱等级的赛罗莉是需要同时喝3罐以上1000赛罗莉币的强化药水，建议你其实选择噩梦等级就足够了。因为打完地狱等级的4只王得到的赛罗莉币总共是9000金币，扣除购买喝下的强化药剂3000金币，其实就跟打噩梦等级的赛罗莉不需要额外使用药剂就可以赚到6000赛罗莉币的意思是一样的。而且其实打赛罗莉的活动是非常划算的，怎么说呢？因为每次都可以在它的商店购买50个60分钟的通用加速，这相当于你购买2成半的战争机器里面的加速了。另外商店里边还有金钥匙跟资源可以购买，没有使用完的金币可以累积到下一次活动继续使用，所以真的是很划算呢，大家要记得多多参加活动哟。最后，滴滴这边还要提醒大家一下，虽然这次赛罗莉活动改版之后是可以在打王的同时使用强化药剂，但是药水必须在活动开始之前就先到商店购买好，而不是在活动开始的过程中购买药剂，活动过程中是买不了药剂的。另外，购买好的药剂可以在左下角看到城堡上方有个小图示写着药剂，购买好的药剂可以在这边找到并且使用它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，谢谢大家。